在贵州普定呢，有一个十分神秘的天坑，从远处看呢，像是半山腰地面塌陷所形成的。据说此洞呢直通阴河，深不见底，里面错综复杂，还有很多人遇到了非常离奇的事情。更有甚者呢，说是发现了古代兵器与士兵骸骨，有猎户下去追猎物呢，据说被阴兵带走。我们于是下来决定一探究竟，发现里面竟然有座石桥，疑似古代留下的古城遗址，而实际上在雨季呢，这个洞基本上全部被淹没在其中。而当我们真正进去以后，才发现这里非常的奇怪啊，因为它的地面非常的平整，仿佛真的有人在这里住过一样。本来漆黑的洞呢，但是头顶上却有一片塌方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呢照亮了洞中，不然洞里是一片漆黑。那么这个洞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为何会传出这么多骇人听闻的故事呢？这个地方呢，感觉已经荒废多年了啊。我们在绕山徒步了5华里之后呢，本来以为找不到这个天坑的入口，没想到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，竟然找到了一个狭小的入口。这个洞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据明朝的地方志记载，据说啊，这当年竟然是一个明代的景区。这个说法十分的让人难以信服。像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建造一个景区，并且还修筑了石梯，让人难以置信。从没听说过古代会有建景区这种行为。来，你们看一下里面有多么的神奇啊！哇！其实所有的史料呢，都把这里描述成一个十分普通的地方，但实际上呢，有可能这些史料呢，就是为了掩人耳目。这个东西真正的作用是干什么呢？到现在没人知道，只有民间传说，说它是当年朱元璋屯兵的地方。但是朱元璋为什么要把兵屯在天坑里呢？在贵州这个地方有很多是屯兵营，他为什么不屯在外面呢？反倒要屯在一个这种阴暗潮湿的天坑里呢？存粮储粮进出全部都不方便，而且这里容纳人数有限，仅可能容纳1-2千人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更像贵州版的古墓派，你看雕兄在这里，但是没有发现杨过，这个造型真的非常像一个巨型的雕啊。接着往下走啊，我们沿着这个梯子。哦，你们看这个场景像不像是古墓派中的场景呢？竟然有一张十分平整的石床，这个石床虽然没有小龙女所睡的韩玉床珍贵，起码是个简配版的，很显然这是人工打磨而形成的，绝对不可能自然形成这么平等的床，显然有人来这住。说实话，从上面走下来，我才发现这居然是一座古代的立交桥。为什么有人把桥建在这里呢？说实话，这样的桥即使在外面的古村也是为数不多的，而且呢，看这个建造工艺应该是花了不少钱。据清朝地方志记载啊，这个是建于光绪年间。那么好多有钱人到底是脑子被门夹了还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在这个地下反而建一座立交桥呢？让人始终想不通啊。非常神奇的丁达尔之光，据说正午时刻照在某块岩石上，会显示出一个白莲状的花朵，实质的花朵。但是很可惜，主播没有看到，主播怀疑是不是和白莲教有关。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传说，据说这个地方呢，通往深不见底的夜郎湖湖底，而这里呢，岔洞非常之多，每条岔洞呢就对应一条阴河，然后在汛期的时候，阴河还发出非常悲伤的呜咽声。据说在古代的时候，有猎户进来以后追踪猎物的时候呢，然后就听到某种声音，不由自觉的仿佛被夺舍一样，走进了阴河的深处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主播本次为了探明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传说，决定孤身一人前往最黑最深处一探究竟，看看到底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在此温馨提示，夏天时候千万别来，据说民国时期的水竟然从地下喷出，直接淹到了村庄脚下。主播从上面走下来，发现上面有很多的石器，都是我们走过的，这足以说明这里是人工雕刻了，而且很长时间都有人在这里待过。当然了，也有传闻说啊，这里埋藏了大量的宝藏。为了验证这个洞到底是不是深不见底，主播决定从这个小洞里进去探探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奇怪的是，主播在走向洞口的时候，突然脚变得非常重，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阴人抓脚吗？这个洞里非常的黑，有很多的蝙蝠携带了大量的病毒，应该尽可能通过一人，看来里面还是可以走人的。
后来发现越往里走淤泥越深，主播决定不再走了，不然要躺板板了。主播决定继续探索，但是里面淤泥实在太深，主播的2只脚感觉比平时重了几十倍，而且呢，淤泥已经没到了主播的脚踝。主播好像在地上看到了许多动物的蹄印，这里呢还有一个小水潭。很奇怪的是，水滴下来竟然砸成一个莲花状，所以呢，这个洞一直以来就叫做莲花洞。